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让我们向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峥发言人、谢龙介委员、万美玲委员、尹乃金副主委。中东战火真快，第7天了，好像刚发生已经7天了。哦，上礼拜6嘛，打到现在礼拜5哈。伊朗为了报复，轰炸12个国家，反正都打了哦。那冲突已经蔓延到中东之外了，哦。那伊朗公布他死了多少人？到现在死了1200人，而且呢，首都德黑兰的世界足球等级的球场也被炸了。炸球场干嘛我不懂啊？那另外呢，海跟空都有战火。美国说伊朗的制空权我要拿到，说现在伊朗已经到伊朗如入无人之境，我要炸他的飞弹基地，我要炸他的无人机基地，我要炸他就炸他啊！哦，那伊朗自己说他的无人机打中林肯号，美国说没接近，而且美国的司令说呢，伊朗攻击力已经减了90%了，他现在的飞弹发射的数目、无人机攻击的数目已经比第一天少了非常多啊。哦，那美军说他们的 B2 轰炸机是隐形轰炸机哦，投下近1公吨的炸药去打伊朗的弹道飞弹设施，哦，我把你打掉，让你飞弹发不出来啊。哦，不过有些那种脱翼的飞弹哈，就短程的哈，所以你那很难打它了哈。如果说基地可能可以打它了。那另外呢，以色列的逆中战机 F-35，我们一直想买 F-35，老美不卖给我们哦。F-35呢是逆中的，长这样哈，逆中这怪怪的颜色，怪怪的边啊，那个造型啊，因为它逆中。然后呢，如果在舰上是可以垂直起降的，哦，我们只需要买，老美不卖，但老美新加坡都卖，不卖给我们哈。那以色列有。所以呢，击落有伊朗的遏制有人的战斗机啊，就有人的，不是无人机了。好，现在到底以后讲这是有人机、无人机啊。那另外呢，伊朗是用超重型导弹去打以色列，他说把 F-15美军打下来了，在美国说没有，反正现在就大家互相讲、互相吹牛，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哈。那另外呢，伊朗这个说呢，这个战机被打下来，以色列公布一个画面。说真的哦，你看伊朗的飞机啊，这个冒着烟掉下来了哈。那以色列宣布8号重新开放它的领空，因为认为伊朗的导弹不是威胁了，我开放领空也不怕你把我飞机打下来了啊。那另外呢，伊朗呢这个狂射飞弹无人机，所以美国要拦截它，常常要拦截一个飞弹，不只是2个，可能要3颗爱国者飞弹去拦截，所以急速消耗。那外国媒体路透社说，最大的赢家是俄罗斯，因为这下在乌克兰的要用的这个弹药呢，都已经拿到这边来用了啊，所以以后要整补乌克兰的弹药，可能也没有了。我们看一下，伊朗首都德黑兰又遭新一轮的轰炸，民众光从冒烟的位置判断就知道待机大条。因为被瞄准的是德黑兰有世足等级的阿萨迪体育场，原本可容纳12万人的场地，如今只剩焦黑骨架。نیروهای امدادی هم متاسفانه پیکر یکی از شهدا رو الان از زیر آوار پیدا کردن. این حجم تخریبی است که می‌بینید. 毫无空中优势的伊朗，好不容易出现一架雅克130型战机，结果飞不了多久就被以色列 F-35I 击落。当时对峙的影片首度公开。美军先前才指出，因为大举摧毁伊朗的弹道飞弹发射器和防空系统，伊朗的反击力道雪崩下滑。没想到数字又创新低。Ballistic missile attacks have decreased by 90% since day one. Drone attacks have decreased by 83% since day one. 美国也证实，目前击沉或摧毁的伊朗船舰已经超过30艘，甚至有一艘是伊朗的无人机航空母舰也被摧毁。And in just the last few hours, we hit an Iranian drone carrier ship, roughly the size of a World War II aircraft carrier. And as we speak, it's on fire. 似乎怕落入被美军潜舰击沉的命运，传出有另一艘伊朗军舰开始向斯里兰卡求救，请求靠岸，结果遭拒。美以乘胜追击，但伊朗内部的情况还不明朗。I held her. She was gasping for air, breath by breath. We brought her down 15 flights and gave her to someone to take to the hospital. She was still trying. 民宅遭到波及，造成小婴儿死亡。伊朗整体的死伤人数也还在攀升中。姚沈，我觉得打多久？你也问这个问题，我刚要我的
开场白，就是说今天大家最有兴趣的，就是说这个战争还要持续多久？4个礼拜呢？4个月呢？9个月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我给你最简单的回答，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因为美军司令说，伊朗的战斗力少了90%。当交战的双方有一方的战斗力减了90%，那战争不是结束了吗？所以现在你刚才花了很长时间说他打他的什么，他打他的什么，然后他否认，这个也否认，那个都叫余绪啊，那叫最后的余绪。你听过关门打狗没有？这4个字，关门打狗，就主人呢不晓得为什么有人暴怒，然后把门关起来，从里头关，把门关起来，这狗跑不掉，然后把这个狗链拴住，这狗更跑不掉。然后他拿起木棍只有木棍而已没有飞弹把这只狗打死，就是打死，这叫家暴，你知道吗？那这个狗在黄泉路上他一直想不通，就说这个主人我对他那么忠心我对他那么好他对我一向也不好也不坏，现在为什么他打死我了？他搞不懂，这个叫家暴，这个叫关门打狗。伊朗的 case 不是伊朗的 case， 老美配合或者以色列配合老美，两个就狼狈为奸，两个坏蛋。他这个叫围墙炸狗，他不敢进去他进不了，他在围墙的外面去炸狗。那问题是，这不是一条狗我刚才讲的关门打狗是一只狗，这是一大群狗。这一大群狗，你要把它狗链要把它练起来，也无能为力，他们是移动的。问题是，以色列跟老美就猜你在哪里，很精准，所以他一打就起码打了40个嘛。但是你打掉他的40条狗有用吗？他好多狗所以呢，他一批狗死了，后面那一批再接班，这一批死了再来，他打不完的。你想，伊朗是何许的国家？伊朗是千年古国，上亿人口，有坚定的信仰，有不共戴天的世仇。你觉得波斯古国会给你灭掉有人把它灭掉，它还是伊朗就好像你能够灭掉印度吗？你能够灭掉中国吗？对不对？中国还是中国，印度还是印度。波斯 Persian， 以前我有一个同事波斯人，他说 We are Persian， 这波斯古国怎么能灭呢？所以川普真的是大傻瓜。他现在伊朗现在就是躺在那边你有再多的飞弹，你要炸就尽管炸，因为我也没有能力挡你的飞弹，你要炸。所以现在连足球场都炸了要炸，尽量进来，我让你不是没有弹他现在大家都在算多久美国的这弹药才会用光？那不是故事故事是你有弹，你不晓得要炸我什么地方，任凭你打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整个伊朗就是被你毁了毁了再打，但是你不敢进来，你这个围墙之内你不敢进来，所以 CIA 的干员这几天我想是活动得很凶，但是他有办法吗？他有办法鼓动伊朗人民起来反抗吗？因为过去美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很多地方的例子，在匈牙利，如果你听美国的话，起来抗暴，最后你起来抗暴的领袖都会死，因为老美都是为德不足，他没有办法挺你到底。所以伊朗人民很聪明的，没人敢，没有。所以现在我觉得最可耻的，竟然老美去煽动库德族。库德族是一个无家可归、无国可见，但是战斗力非常强的。他在这个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的边境到处流窜，给我学吧，你给我学吧，您别想欢喜所以他现在就是要装备库德族来帮他进到伊朗国内，因为我老美不敢进去我请你进来。他现在不但自己是个大流氓，还要请人家这些小流氓帮他这个大流氓做坏事，真的是很丢脸真的是非常的可耻。而我们台湾连一句谴责这个川普的话都没有，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没有道义、没有是非，只会靠边。真的，我觉得我替台湾社会、台湾人民可怜。不过，我觉得更可怜的是谁？你知道，伊朗人民。我觉得伊朗人民还没有打以前，通膨就上百倍了。所以呢，我觉得国际救援组织应该想办法，不要只是救加沙人民
我觉得要救伊朗人民。说伊朗人民缺什么东西，我觉得民生物资就应该去给。还有1亿人呢，很难救的了。来，龙杰兄，这个战争啊，那对整个国际的经济肯定是会有影响。那这2、3天啊，6天下来的这2、3天，大概伊朗的反击是在这36个小时是少了一点，大概顶多就是刚大佬谈到，他在嘴巴上用外交手段就说，我准备你的地面部队进来，就跟老美呛声。那老美就讲，库德族这边大概住在伊拉克的境内的库德族的基地，伊朗有搞了3、4个导弹到那个地方去。那美国这边是声称这72个小时攻击了伊朗大概有200个目标，像你刚刚提到那个足球场，他就是说你有一些导弹是运到足球场周边的那边储存了，所以他把它当成攻击目标。那美国已经第一时间是误判了，就是川普是被纳坦雅胡抓着，你看看这1年半来，纳坦雅胡从一个贪污的快要被起诉、被攻击，在国会被攻击，后来发动了加沙走廊的战争以后，再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他整个变成在战争状态下5人内阁、战争内阁，到现在他好像他的事情，只要战争一停啊，他马上会面临到以色列内部对他的追诉。所以，川普在当时一锅把他40个领导人全部端掉的时候，他就认为已经战争结束了，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判。还有伊朗的地形地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他在很多的导弹啊、弹坑啊，包括他部署在30几个省里面的个别作战、独立作战的指挥系统还在的时候，坦白讲，以色列跟美国也吃了很多闷亏啊。那他声称第一时间就声称他打到了那个林肯号，基本上从各界提供的卫星照片是没有，就是没有打到这个航母。但他昨天好像有公布了 F-15， 有一架 F-15是被他击落的影像。那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呛声，那你没有看，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完整的影片。所以美国才会公布，在2次大战以后第一次，几乎是第一次，从潜舰上发射鱼雷去打了这个伊朗的这个舰艇啊。那他还刻意公布了这些影片，所以两边大概在地面部队不敢进，所以伊朗就呛声，我在等待着你的地面部队进来。那美国这边也知道这不是一个闪电战争可以结束了，所以川普对内包括军工产业这些业者，最少已经准备了90天到180天所需要的战争的物资了。那你看，连韩国的萨德系统都要拆过来了。那我现在讲，我们台湾本来是可以游刃有余的，就是说你跟美国采购军火。那你现在爱国者还有货可以供吗？那我们的海马斯之前买的缺的还没有交完的，我现在再下单给你，再给了你4000亿好了，3800亿好了，甚至我们的行政院院版还要给1兆2500亿。那这一些交货的期程都是原本的清单里面是这样，那你现在还有办法交吗？难道都不能讨论吗？那整个国际形势。如果连乌克兰这边的补给都做不到了，然后要全面抽到以色列这边来保护，再来连韩国的最主要的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假设性的战略上的敌人是中国大陆哦。那连萨德部署在韩国的萨德系统，是针对大陆在收集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萨德系统，都要搬到以色列来。那我请问，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军事采购，难道朝野都不能坐下来说，我们可以缓一下，可以跟美国再怎么谈？
那 AIT 的官员朋友，你现在愿意再来拜会朝野的领袖说，我们现在内部生产的状况大概怎么样？那我们美国也面临整个国际形势怎么样？是不是我们两边这个军事采购可以再重新谈一下、缓一下？我们愿意先给钱，但是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有生的战略部署啊？那不要忘了，当时美国为了在南韩设置萨德系统啊，南韩跟中国为了这个事情呢，这个交恶哈，那被中国抵制很长一段时间哈。现在好不容易居然这个萨德系统有2套要拿到这个中东去了，这也很荒谬了哈。休息再回来。好，那川普说哈，现在只是前戏而已，还有重头戏在后面。他说，伊朗是想达成协议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打协议，我们比他们更想打。伊朗没有要打，是你想打。伊朗有说要跟美国打吗？打不过美国的啦，绝对打不过美国的。美国那个武器，哎，美国的军费哈，你去看每年军费，美国是全世界最高军费的，它第1名军费比2、3、4、5、6、7、8、9加起来都还多。他这么多军费，对不对？中东5万人，日本这个5万人，南韩是个3万人，哦，各地啊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呢，伊朗怎么想打呢？他说我们比他们更想打。美国国防部长说哈，他战争部长了，战斗才刚开始，而且说我们武器多了。沈富雄说没有武器，我们武器很多，没有什么疑虑，库存没有疑虑啊。哦，那但是为什么要去找那些这个军火商啊来讨论说赶快增加军火的供应啊哈？川普说现在呢哈米尼死了，他们要推举新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不可以他是他的儿子，如果是他儿子，我白打了吗？弄了个半天什么意思啊？我要参与他们的领袖遴选，也就是说，只要你选的人我不爽，我就把你暗杀掉，我爽才可以。哦，最好干脆伊朗他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委员会吗？他那个遴选委员会，请川普来做主席好了。哦，我要参与。哦，你们自己选不行，我要参与。哦，然后呢，如果何梅尼的儿子成为伊朗的最高领袖，会不会变成神权退后，军队向前？因为他跟那些卫队、革命卫队关系非常好。哦，所以革命卫队想要支持他。川普说：“我现在攻打伊朗行动进度是超前的，你们革命卫队投降好了，你们投降，不要再打了，打什么投降？放下武器啊，赶快投降啊！那另外呢，白宫发布空袭伊朗的影片哈，混搭电玩的画面被人家惹议，到底是真的打还是搞个电动玩具啊？哦，说这是轻视生命，令人无法接受，把人命当儿戏啊！另外呢，库德族说预备越境反攻伊朗，进攻伊朗。”说美国跟他们接洽，传出川普还打电话给这个库德族的领袖啊，CIA 给他们武器啊，哈。那但是伊朗的官方媒体说边境无战事，库德族没有攻击。昨天还传出来是空袭已经攻进伊朗了，然后伊朗也是否认说没有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We're destroying more of Iran's missiles and drone capability every single hour, knocking them out like nobody thought was possible. 美国总统川普又在炫耀战机，赞扬美军已经摧毁伊朗的海空战力。Their navy is gone, 24 ships. Their anti-aircraft weapons are gone, so they have no air force. 川普还打算将触手伸向伊朗内政，不接受哈米尼之子穆吉塔巴接班。President Trump said that he must be involved in the appointment of Iran's next leader. 这场仗，川普似乎打上瘾了。They're calling, they're saying, how do we make a deal? I said, you're being a little bit late, and we want to fight now more than they do. We also urge Iranian diplomats around the world to request asylum. And 但在国内却掀起反战情势。 Why they're going to send our men and women to harm's way when our elected officials said that it would be no war. Please stand up as a Marine and stand up for America. 反战人士闯入国会闹场，被警卫强行拖走，结果发生悲剧。 No one wants to fight for Israel.
身，老兵的手直接被扯断。美伊战争引发抗议乱象，白宫却还把实战片段做成电玩。将战争比作枪战游戏，白宫的宣传手法引发争议，连 CNN 主播都看不下去。War is not a game. That is one thing we do know. 美国很多退伍军人其实是反战的。你自己想想看啊，如果你是美国的军人，打越战、打阿富汗、打这个打那个，打了个半天，美国现在跟越南好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有时候阿富汗撤军。要牺牲那么多兄弟，有的都残障了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战争打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为什么很多老兵是觉得搞了半天，我们搞成这样子，然后当时为什么要打那个仗，很奇怪嘛？来，美玲。根据这个全球火力的最新排名那当然大家可想而知，就第一名一定是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伊朗当然也是排名第16。不过这两个国家很清楚，在这个空跟这个海军的部分其实都这个实力相当非常的大那当然这一点对伊朗而言，他也非常的知道，他用他的正规军打不赢美国，所以我们一路看过来，其实他就是去扩大这个战线，把他的周边的啦或所谓的这个美国的盟军就这样都打了一遍。但他一方面除了是要报复美国之外，我想我们也知道，在这些他所谓的盟军或者是这个周边的国家，他有很多的美国的驻军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呢，他一方面报复美军，一方面也是告诉这些人说，你看。当初驻军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可能觉得有美军驻扎在这个地方，好像可以受到保护。可是事实上，一旦发生战事以后，就美国没有一个很积极的动作，可能借此也稍微来分化或提醒一下，说这些盟军不要太过度的去支持这个美国。那当然，在这个战争当中，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以前我们都看到这个日本有那个神风这个特工队自杀式攻击现在不必了，现在就无人机，这个大量的无人机在现代的战争当中，在这一次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我强调大量在强调无人机？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无人机的造价其实成本非常低，那但是呢，它又可以这个远距离的来做一些这个干扰或攻击那同时其实以美国他们自己去看这个无人机它可能在这个低音啦、低速啦，那很多的条件之下可以躲过。对飞弹的这个侦测，其实它更容易一些，所以他们对无人机这件事情来说，其实也蛮头痛的那当然再加上又是大量的那这个造价其实非常的便宜那依据这个大概大家的这个去看，但一台无人机了不起大概台币大概60万左右，大概就一台无人机了。所以以这样子一个量，这样的一个金额，大量的去攻击以后，那美国假设要这个出动很多的这些高科技的这些武器啦或者军机去拦截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所以我才想。大家才会担心说，哇，那这场战争到后面看看，到底最后这个谁的武器还可以剩下来那刚刚讲到的是空海的部分，不过呢，我们就提到说，美国会不会进到这个伊朗去？按照目前看来在还有这个高风险的情况之下，它是不太可能会进来的可是呢，如果美国它今天没有掌握在伊朗的这个对陆地的这个控制权，那他想要去扶持一个所谓的亲美的政权，或他自己就听他话的一个政权，又不太容易所以他就把这个脑筋动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库德族我第一次听到库德族的时候，我还去查了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西亚的一个游牧民族。刚刚大佬也有讲那过去他不管过的游牧啦，或者是这个佣兵的一个生活那在这个周边很多的时候跟这个土耳其啦、叙利亚等等都有一些摩擦啦、冲突啦等等。但他一直有一个信念，就希望能够独立建国所以身为这个商人性格的川普，恐怕也有嗅到这一点，会不会用这个来做一些交换？总之，他希望这个库德族来替他打这个陆战但是呢，刚刚在讲说到底有还是没有，大家众说纷纭。不过呢，我们看到按照美联社之前的报道美联社自己报道是说，驻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族正在准备对伊朗跨境军事行动，这是美国的美联社的报道。那伊朗的新闻台的电视台，他自己也在讲说，我们伊朗的军队现在已经在伊朗这个库德族的地区，对于反伊朗的势力呢，我们在进行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所以如果按照美国跟伊朗的这些媒体都有做这样报道，我想这个库德族这个
取得一个相关的跟美国的合作或者有参与哦，恐怕还是有一个这个眉目，有一个影子的哦。可是这些如意算盘，我认为啊，在伊朗看来，他不会不知道了哈。所以呢，恐怕伊朗也不会去跟库德族正面对决，因为一旦进到伊朗的这个陆地上面来哦，不管是对于这个陆地的熟悉的这个优势，或者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人民对于反美仇美，其实他们的这个情绪是非常高涨的。那我认为库德族这个如果真的进来了，我也讨不太多便宜的哦。不过回复到讲到这个军购，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哦，这个运用的武器也好，这个军事的这个策略也好，跟以前都有很大的改变。那相对的，我们可能等一下也会再来谈，我们在这次军购当中，到底啊哈，我们在对美军购，或者是自己在对台里面的这个军购上面，我们应该有什么方向跟重点？我想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吴征，这次整个我们严肃一点来看，就是说，包含大家刚提到说，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一次这个时间点打伊朗，其实大概几个原因啦。一个事情是我们看到川普的中东特使 Witkoff， 他前几天有接受美国电视台的专访，那他提到说，在美伊接触过程中，一开始谈判的时候，伊朗这边是有跟他们美国这边亮一个他们牌，就说我现在手上已经有460公斤，浓缩度达到40%的铀原料。那根据换算，大概最后是可以产制成了10颗左右的核弹。那所以当然可能这个是根据美国官方特使他揭露的资讯了。那所以可能伊朗在这过程中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你不要这个轻举妄动哦。我这边是只要想要的话是做得出原子武器的，但是或许变成说对美国来说反而收到一个讯号，是我现在一定要动手，我不能等你真的做出来再动手。那另外一个是 Marco Rubio 他自己有讲了，就是说包含他们国务院为什么在考量这次评估事件中要来动手，一个也是在去年6月就是这个午夜重锤行动之后嘛，那伊朗其实除了核武器之外，他们对常规的武器，也就是所谓的弹道飞弹，其实是加大马力全力在制造。所以对美国官方的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如果现在不打等到明年，然后后年或者未来有一天再打，那到时候要承受更严重的损失。所以当然现在大家关注，其实已经是说这个战争还会持续多久了。那本来川普最一开始他预告的是说他要执行4个礼拜。那按照美国官方自己跟大家讲的节奏，可能是前2个礼拜扫荡伊朗的这些空中力量啊，然后打击的力量啊的，后2个礼拜可能要进入地面的阶段，这是他们大致上跟大家画出来轮廓。那目前按照美国战争部的讲法，这个进度是提前了，因为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政府释出来这些影片，这个发射车开出来啪就炸下去。因为现在等于伊朗已经几乎没有空优了嘛，所以包含以色列、包含美国的无人机是可以长时间在伊朗的上空一直巡弋，一直巡，然后用 AI 即时辨识影像，你这发射车一出来，你想要射，我就先把你炸掉。所以现在也有人伊朗这边有人拍到说美国的这个 A10攻击机就豪猪，它已经进驻到伊朗境内，有人拍到在飞了。那 A10攻击机就是一个纯空对地密接攻击型的嘛，所以其实当大家讲说接下来库德族或是一些其他伊朗境内势力会不会变有武装力量来到伊朗面展开地面战部分，我想对美国来说规划可能就是在现阶段把空优的反抗力量彻底扫荡之后就用密接对地支援的方式去协助这些武装部队。那最后我讲一个了，就是说大家有提到稍微可能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的，就关于军购部分。不过大家要看这一次其实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的这个防空体系，其实这次运作是很好。按照前3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国防部自己公布的资讯总共射下来174枚的弹道飞弹，他们拦截了161枚然后13枚是落海。那无人机的部分射过来大概700架无人机那个拦了600多架，有44架是无人机有命中目标。那基本上换算回来，这个拦截率在90%以上。所以当大家谈到军购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势，就是你看中东这些国家有没有这个什么卡达、什么沙烏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没有这些土豪？我们大家对他印象是哇，我要买跑车，哇，地下整个车库全部都是跑车，所以他们一出手就扫一整排的。那所以当他们这次面对这样安全危机，会发现说，这个防空体系好用这个爱国者这个萨德不错，那接下来他们会怎么样？一定是啪整个大扫货嘛。所以包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在跟南韩叫他们的天宫2防空飞弹，说你们这个也多来给我们几套。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正在谈的这个 deal， 应该赶快谈下来，不然到时候人家在我们前面，哇，先把货扫完了，那我们又要延后了。基本上就是说本来伊朗就不是以空军跟海军为强，他本来就不靠这个不强了那你就算把它炸平了又怎样？你一定要地面部队占领才有用吧？你不占领的话，你光炸都全部炸完了又怎样？但是我刚查了一下，伊朗的面积有多少呢
有1648195平方公里。台湾是多少？台湾是36000平方公里。伊朗是1648195平方公里，是台湾的45倍。你自己想想看，45倍那个地面，你要去占领，你要怎么占？而且它多山呢、那个地形就阿富汗啊什么，都是老美这些养尊处优的人，这些兵在美国都养尊处优啊，在美军也是养尊处优啊，要到那个地方去打那种地面战争，到丛林里面，到山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就像当时到越南，他怎么打？到阿富汗怎么打？第二个，伊朗有8800万，这么将近9000万人口，人是很多的。哦，现在伊朗官方说我死了1200人，当然人命可贵，每个都很可贵，但对伊朗来讲，他有8800万的人在那个地方啊，你要怎样？你要打死多少人？需要再回来。